and I think about His grace, His freedom, something like a woman prays. I'm grateful for the love that you gave. 嗨，大家过得好吗？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来分享我在家工作的一天都吃些什么。那会想要拍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身边的包括我的同事还有我一些朋友都会问我说我怎么维持身材，因为他们都看我也会吃零食，然后也没有特别戒淀粉，然后每个礼拜都会去买面包，问我有没有特别的方法来控制身材，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都大概怎么吃。首先一早起来呢，我会先喝一个大概350ml 的水。这个步骤呢是这2-3年才养成的，它主要是听说可以让身体的代谢的开关先打开。当然我不是什么专业的营养专家或是计算热量等等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大概会遵守3个饮食上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你真的要聆听自己的身体，不要太刻意的一定要这样或是一定要那样，我觉得身体会传达出一些讯息，那你要能够去读到它。第二个，我不建议节食。第3个呢，就是像我自己，我是有用一个 app 去记录我大概一天吃的食物的热量。我觉得有记录倒不是真的一定要非常严格的去执行热量的控制，而是当你在吃每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 aware of it。还有就是当你这个食物你很难去计算热量的时候，其实也就表示你吃的这个东西它没有那么原型，其实也会帮助让我尽量不去选择这类的食物。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呢，回到今天的早餐，通常早餐我会起来的时候感觉一下肚子饿不饿，如果不饿的话，我可能就是喝一个燕麦奶的拿铁，那如果饿的话，我才会吃东西。那早餐通常我会选择比较清爽一点点的，像今天呢就打算是要来吃这个 overnight oatmeal 配上 granola， 然后会搭配一些水果，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提前先做好的。Overnight oatmeal 就是前一天，通常会在前一天晚上就把干燕麦就好，然后放到一个这个密封罐里面，倒一点点燕麦奶，燕麦奶不用多，只要大概能够淹过燕麦就可以了。然后上面我会放一些 Greek yogurt， 量我觉得都是可以大家自己调配，最上面要加蜂蜜或不加蜂蜜，或是你想要加其他的果酱都很 OK。那再来就来做 granola， 台湾的 granola 外面卖的很贵，所以我后来就自己上网查怎么做，也发现其实做法很简单，我就开始会自己在家做。主要的原料就是燕麦片，然后你可以混合所有任何你喜欢的坚果类，所以这天呢是混合了包括像是胡桃，然后南瓜子、葵花籽、腰果、杏仁，那最后呢还会撒一些芝麻。再来是这个粉，这个粉是决定了你这一批的 granola 出来会是什么口味，所以今天撒的是肉桂粉，那我也做过撒巧克力粉或是撒焙茶粉的，都很 OK。那这一碗就是所谓的干料，那另外就来做湿料。那湿料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油跟糖浆，所以我选择用的是椰子油，然后这边是枫糖浆，你可以再加一点蜂蜜。那这边的比例其实我觉得没有固定，就看大家的口味，所以如果你想要甜一点，当然糖浆就可以加多一点，如果你想要烤出来的clusters 多一点，那你就可以油再加多一点，然后就把干料跟湿料混合拌均匀，大概拌到你觉得所有东西有稍微一点点黏黏的感觉，就可以把它们全部倒到烤盘上面了。
倒上去之后，把它全部铺平，就可以送到烤箱去烤。那烤箱是180度预热，然后看你的烤箱大小，我的烤箱大概要烤30到40分钟。烤好之后，你会发现它明显的颜色有变得不同了，然后就把它放凉。放凉之后呢，你可以选择是要把它全部弄碎，或者是还保有一些 clusters。我自己是喜欢留有一些 clusters， 因为也可以当零食来吃。那这样子放到保鲜盒之后，大概可以储存放个1-2个礼拜都没什么问题。这些准备好的东西，那 granola 也可以直接倒在 yogurt 上面，它是一个很好的点心、零食跟早餐。You know that I wanna be good for you. You know that I wanna be good for you. I do. 通常在家工作的时候呢，我有时候其实早餐跟午餐会选择一餐来吃就好，又或者是我都会选择吃一些比较简单，不需要太花时间的。所以今天的午餐呢，就打算吃个简单的 sourdough 配上酪梨还有炒蛋，这样就好了。那这个 sourdough 呢，它是巧克力跟草莓口味，是 Boulangerie Hours 的 sourdough， 非常喜欢。酪梨今天打算一半来直接吃，剩下一半会做成酪梨酱。酪梨我还很喜欢上面淋一点点酱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如果还没吃过的话，你们可以试试看。我觉得淋了酱油非常像在吃生鱼片。那旁边的酪梨酱呢，就简单的加一点新鲜柠檬汁、盐、胡椒，还有这个纽约来的 Everything But Bagels，加起来这个就是等一下可以放到吐司上面的酪梨酱。搭配一个炒蛋，补充蛋白质。最后就把所有东西凑在一起，午餐就好咯。今天的下午呢，特别想要吃一点甜的东西，所以就想要自己来做 avocado。我觉得女生，特别是在生理期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会特别想吃东西，特别想吃甜食，然后特别嘴巴停不下来。那我觉得就是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吧，想吃就去吃。那小美冰淇淋热量没有很高，所以呢，我觉得下午甜点这样自己做一杯这样的 avocado 其实是很 OK 的。晚餐今天想要来做一个简单的意大利面。那意大利面我近期比较爱吃番茄红酱或者就是清炒的意大利面。那这一杯油渍香菇呢，是来自我朋友自己做的。这个香菇真的超级好吃，用它的里面的橄榄油直接来炒意大利面，超香。然后身为一个对于香菇不是特别爱好的人来说，它的香菇我很 OK 耶，就是它的肉是非常的厚实，然后吃到比较多的是橄榄油香，而不是菇类本身的那个味道。我不知道
你们懂不懂？但反正 anyway， 这个橄榄油香菇我真的是非常喜欢。所以晚餐也是非常快速的就完成了。今天没有特别在准备肉类，那因为当天我没有特别想吃肉，所以回到前面讲的，我觉得饮食的几个关键就是你要听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有理解到吃进来什么热量，有理解到自己吃的东西是好或是不好，我觉得这些是对于要能够维持体态是重要的。然后我也不觉得要太瘦，我觉得还是需要练一些肌肉，整个体态看起来会比较 OK。那如果没有喜欢今天这个一天里面吃什么东西的话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然后也可以分享，如果你们自己有一些自己维持身材或是控制饮食的方式，都欢迎底下留言跟我说，然后每则留言都会看，有机会的话也都会回复你们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